您现在看到的场景并非某报废机动车处理厂。清晨时分的安布希特拉小镇，人们开始了一天的生活。车主西多和助手正在为接下来的货运行程做着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他们即将挑战该地区最令司机们头疼的一条运输线路。为了尽可能地做到有备无患，检修工作不能有丝毫懈怠。西多这次少有的给爱车更换了零件，虽然都是从其他型号的非旧车辆上淘来的，但经过助手们一通操作，可以大大提高车辆的可靠性。这台生产于1986年的 L911 卡车确实太老了。该车由戴姆勒奔驰公司于1959年开发，由于价格低廉，同时技术较为先进，在当时很受市场欢迎。它的重量高达9吨，在那个年代属于卡车中的大个子。它曾经搭载的是 OM312 发动机，能够为汽车提供高达100匹的马力。欢迎来到边缘纪录片，本期视频带大家走进马达加斯加。作为非洲第一、世界第4大的岛屿，马达加斯加总面积约为59万平方公里，人口总共2500万。虽然它们属于非洲国家，但是却远离非洲大陆，因此马达加斯加的人种、文化和习俗都和非洲大陆的黑人国家稍有不同，显得有些特立独行。说到马达加斯加和非洲大陆最大的区别，恐怕就是人种了。这里的主体人种并非黑人，而是黄种人，他们也是非洲唯一的黄种人国家。距离首都塔纳纳利佛180公里外的安布希特拉小镇，人口约4万人。该地区每年平均降雨量达1530毫米，充沛的雨水加之缺乏维护，导致绝大部分公路路况极为恶劣。西多的助手们正在从一辆报废的轿车上拆卸可使用的零部件。从外观看起来，他的卡车状况不比那台报废轿车好多少，但是西多信心满满。他曾花费700美元得到了这辆二手车，折合人民币不到5000块。他说第一次看到这辆卡车的时候如获至宝，虽然外观破旧，但是发动机动力十足。经过一天的保养检修，第二天早上的西多精神焕发，即将开始本次挑战。他要将1吨重的食盐送到当地最偏僻的一个小镇，因为那里不通电，人们都用盐来保存肉类食品。一切准备就绪，助手们也整装待发。发动机的咆哮声印证了西多之前所说，动力十足。驾驶室的门在遇到颠簸的时候总是会自动打开，如果对向来车可能会发生事故，所以他必须用绳子把车门给固定牢固。西多通过这独特的喇叭按钮向助手发起了出发的信号。这名助手麻利地搬起一块石头放在了卡车上。有人知道这块石头是用来做什么的吗？知道的老司机请在评论区或弹幕中打出来，后面我会向大家公布答案。他们这次的目的地是在52公里外的安比纳宁德拉努村。在我们国家，这个距离不堵车的情况下，用不了1个小时就能抵达。但西多说他从来不担心会有堵车发生，因为这个地区车辆很少。这条线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旅途最担心的是卡车发生故障。如果顺利的话，这50多公里的路他需要14个小时才能抵达，也就是时速仅有 3.7 公里，而人类的正常行走的时速为5公里。从卫星地图上看，目的地安比纳宁德拉努只是个很小的村庄，住户不足100家，唯一一条与外界连接的路也是蜿蜒曲折。我甚至在谷歌上都没能找到关于该地区的任何资料。西多这边刚出村口没多久，便遇上了麻烦。糟糕的道路状况导致货车的工字板断裂，安装在汽车悬架中的工字板又称钢板弹簧，主要起到缓冲减震的作用。为了避开雨季，这批货西多已经拖延很长时间，客户那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时间紧迫，西多不会返回城镇进行维修焊接，对他来说这只是小问题。助手们使用绷带来暂时固定。在这里，单靠驾驶技术好是不行的，还必须熟练掌握维修技能。这样的路况，即使新车都可能会出问题。简单处理后，他们解决了这个麻烦。因为启动器年久失修，每次卡车发动前都需要助手们先用绳子助力才能成功打火，原理类似于我们老式解放车的摇把启动。卡车后轮外胎有一条橡胶脱落，
这种情况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西多说为了省钱，能不修的就尽量不修。还记得他们出发时助手往卡车上放的那块石头吗？因为刹车1年前就失灵了。西多平时依靠发动机降档来减速，想要停车的时候需要助手们配合，往车轮下垫10块才能停下来。有时候情况紧急，想以最快速度找到合适的10块，最可靠的办法就是随车携带。比如接下来他们遇到的状况，因为进入了事故多发路段，西多必须要谨慎驾驶。对面方向驶来一辆货车，道路较窄，为了安全起见，他现在需要减速停车，单靠发动机减速是不够的。助手虽然在轮胎下放置了不少10块，但路面因为有些坡度，效果并不明显。虽然没能让卡车完全停下来，但是凭借熟练的驾驶技术，这次会车有惊无险。接下来西多不必再担心会车的安全问题了。离开主路后，道路变得越来越窄，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在马达加斯加的偏远地区，依靠人力依然是最可靠的运输方式。很多人也会问，他们为什么喜欢用头顶着东西呢？这是当地的经济情况所决定的。缺乏交通运输工具，只能靠自己来运输物品。在这里，他们没有发展出扁担这种简单方便的运输方式，反而形成了用头顶物品的运输习惯。有科学家从物理学的角度上分析，比起肩扛手提，用头顶着重物运送反而是最轻松的方式。当地人可以很神奇的把你能想到的任何东西都放到脑袋上，但仍然有一些货物是人力所不能及的。鲁托是一名老爷车司机，只要车上有空间，他不会拒绝任何客人。这趟旅程车上除了3头猪之外，还有7位乘客，车内空间需要合理利用，这样大家都不会太难受。鲁托说车的前排一般只安排坐4个人，但不能太胖，否则他就够不到刹车了。今天拉的乘客刚刚好，3头猪虽然占据后排不舒服的位置，但旅途下来并未影响到他们。猪很快乐，乘客们也很高兴。鲁托的老爷车生意很好，每位乘客向他支付30美分，折合人民币2块钱，而大巴车的票价是6块钱。如果想挣到利润，这一趟他最少需要拉满12位乘客，否则他不会出发。现在已经来了8位乘客，后上车的只能坐到别人的膝盖上。鲁托说他曾经拉过一个22人的足球队，为了能够多载一些乘客，他更换了这辆老爷车的减震，并且加固了底盘。这些改装使得老爷车能多承载1吨的重量。刚送完乘客，鲁托就接到了新生意，这次要运送10筐水果，外加4个大人和3个孩子，他能得到大约20元人民币的收入。老爷车司机鲁托所在的村子正在为雨季的结束而举行庆典活动。对于参加庆典，显然挣钱更重要。远离人群，村里的19岁小伙坎巴纳正在为参加斗牛做着准备，用粗布缠腰可以保护他不受伤。父亲年轻时是村子里最优秀的斗牛士，他为儿子能够参加斗牛感到骄傲。斗牛是当地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传统，年轻人到了结婚的年龄，只有通过了斗牛考验，才能证明他的强壮与勇气。除了坎巴纳，今天还有其他5个年轻人也会参加这次挑战，他们都很兴奋。路上村子里的人给他们加油打气。这个小伙说，村子里的女孩子都会被斗牛士吸引，等完成斗牛，女孩子们会向他们扑过来。还没到斗牛场，这群男孩子就向过路的姑娘吹起了口哨，所有人肾上腺素飙升，让他们暂时忘记了接下来要面临的危险。这一天他们等待了很久，斗牛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不能有任何闪失。他们今天的对手是一群正值壮年的流牛，流牛脖子上方有一个硕大的牛峰，有的甚至重达几十公斤，像一个大瘤子，因此而得名。他们性情暴躁易怒，且牛角锋利。该地区每年都有年轻人因斗牛受伤，但没有死亡记录。
斗牛开始前会先用鞭子抽打或恐吓使他发怒，然后斗牛士上场。规则很简单，抱着流牛的牛峰保持足够长的时间。有时没人敢进入斗牛场进行挑逗，组织者就会把钱扔进去，谁捡到就是谁的。今天首先上场的这头流牛非常强壮，这也是年轻人向整个村庄展示自己英勇的好机会。这位斗牛士的成绩是11秒，这个成绩不错，因为很多人撑不到5秒就被甩开了。经过上一个斗牛士的挑逗，公牛已经被激怒了，接下来他会疯狂报复，受伤在所难免。不管成绩如何，敢于上场的都会赢得大家的尊重。坎巴纳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斗牛天赋和经验，最终他取得了20秒的好成绩，对于今天的表现他很满意。在远处的山区，西多还在赶路。这一路他的卡车不停地发生故障，因为车上的一根输油管老化严重。此刻西多闻到了很浓的燃油味，他怀疑输油管已经断了，需要检查一下。但是助手查看后什么也没发现，需要停车，打开发动机盖仔细检查。因为卡车正在下坡路上，助手建议等到前边平缓路面再停车。他们从出发算起已经行驶了5个小时，全程52公里，目前只挪动了10公里。现在燃油的味道愈发浓烈，掩盖了森林的气息。西多决定尽快停车进行检修。助手们经过检查后发现问题比想象中的更加严重，不只是油管断了，而且油箱也损坏了。油管可以更换，但是油箱他们并没有备用的。助手找来一个塑料桶代替油箱，并用绳索进行了固定。经过简单处理，他们解决了这个麻烦。接下来的崎岖路段考验着卡车的越野性能。都说70、80年代的制造工艺落后，但是质量却非常好。总结概括就是皮实耐用。刚经历了越野之旅，接下来考验的是卡车的涉水性能。西多说，由于轮胎磨损严重，这样的路况很容易打滑，他需要花1整天的时间才能走出泥沼到达村庄。50多公里的路程，助手们几乎全程都是徒步为卡车保驾护航。3名助手每个月可以得到40美元的报酬，折合人民币不到300块。根据联合国标准，马达加斯加属于最不发达国家，其中90%人口的日均收入不到2美元。说到这个印度洋上的岛国，许多人会一头雾水，然后恍然大悟，是不是梦工厂动画片《马达加斯加》中描述的非洲岛国？也许大多数人对马达加斯加的印象还停留在电影中的场景。是的，那就是马达加斯加，但电影描述的并不是全部。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排名前10位，马达加斯加常年在列。在巴西亚马逊公路那一期的视频中，路易斯父子开着大巴车勇闯亚马逊雨林公路。他们遇到泥泞路面被困时，曾使用绞盘拖拽，多次成功脱困。而西多的卡车并没有使用类似装置，遇到路面泥泞，车轮打滑，他们多采取往路面抛洒这些谷物壳来增加摩擦力。这些谷物壳大多是一些麦麸，也有用玉米糠或者稻谷糠的。这些谷物加工后剩余的副产品，在我们国家的农村大都用作喂猪的饲料。深达半米的泥坑使得卡车在引擎的咆哮声中疯狂扭动。西多1年前曾给这辆车做了底盘加固，但是每种车型都有它的承载极限。刚走出这段积水路，卡车便不断发出异响，这不是个好兆头。助手判断这应该是前轮轴承损坏造成的，眼下需要把它拆卸下来，检查故障情况，也许情况会更糟。一路挫折不断，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10个小时，却只走了10几公里。经过检查后发现有4个轴承断裂。西多需要抓紧时间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他们已经耽误了太长时间。助手们慌乱中忘记了工具的安放位置，长时间连续工作，再加上接二连三的故障，
这让大家精神紧张。为了尽可能的节省时间，虽然2名助手在同时上螺丝，但西多依然感觉太慢了。他不停催促助手，并给他们演示怎样才能提高效率。他1分1秒都不想待在这里，此刻西多只想赶路。助手们抱怨西多总是大喊大叫，这让他们感觉很憋屈。这份工作非常艰难，但必须承受，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能找到的工作。很难想象他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是60年前法国殖民者修的，当时还是平坦的沥青路，但时过境迁，这条路后来就没有再被维护过。截至2019年末，马达加斯加拥有各种等级的公路，总里程约为 4.8万公里，其中仅有7200公里铺有路面，占比仅为 15%。 另据世界银行数据，马达加斯加公路密度每100平方公里仅有 5.4 公里可通行，低于非洲平均水平。由于缺乏维护，全国仅约 1.3 万公里公路可以通行。首都塔纳纳利佛市区街巷拥堵坑洼，雨季尤甚。随着旅程的推进，道路也变得越来越窄。他们现在经过的这段路仅有3米宽，只能勉强通过。经过了13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他们距离目的地安比纳宁德拉努村还有30公里的路程。原本西多预计只用14小时就能抵达，而现在他们只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助手们这一路非常辛苦，他们必须停下稍作休整，补充一些体力。1小盘牛肉和1份米饭，这能让他们应对接下来更艰难的行程。这个村子是他们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唯一能够歇脚的村落，这里不通电，也没有自来水，很多村民这辈子都没有离开过村庄。司机西多的家就在这个村子，他平时在安布希特拉小镇跑运输，老婆则在村子里开了一个杂货店。西多是这个村子里人尽皆知的成功人士。在西多跑运输的安布希特拉小镇，至今还保留着人力车夫。这份职业早在上世纪就在世界其他国家被淘汰，我国也在1946年提出营业人力车有如牛马，违背人道，之后便被彻底取缔。在马达加斯加，这是世界上最后的实用性黄包车，跟我们在旅游景点看到的完全不是同一概念。他们不但载客，也运送货物。在这里，车夫普遍都是赤脚干活，有知道原因的吗？车夫奥利维尔依靠这份工作养家糊口。今天他要去拉一袋40公斤重的煤炭到集市上去，雇主会付给他15美分报酬，折合人民币1块钱多一点。奥利维尔说煤炭不重，价格还算合理。今年23岁的奥利维尔已经拉人力车2年了。雇主说人力车不算贵，大家都能负担得起。如果打出租车的话，价格会贵上6倍。虽然只有1公里并不远，但是该地区坡道较多，遇到下坡路，车夫主要靠脚来控制方向和刹车，货物重的时候很难控制。奥利维尔说，刚开始做车夫的时候也是穿鞋的，但对于他的收入来说，鞋子坏得有点太快了。刚开始光着脚从事这份工作时，他很难适应，他的脚曾受过无数次的伤。后来他向别的车夫请教经验，得到的回答是没办法，习惯了就好。奥利维尔说，在这里没人会尊重这份工作，大货车来势汹汹，出租车也从来不会让他们。每当上坡的时候，因为速度慢，机动车经常会按喇叭催促，出租车更是经常紧贴着他们驶过，非常危险。西多这边经过短暂休整，继续接下来的恐怖旅程。这群战士一路上的敌人不断，崎岖泥泞的路面，深达50公分的水坑，还有卡车不断的故障。之前是油箱漏油，这次水箱也破了个洞。从现在开始，他们每15分钟就要停下来一次给水箱加水，不然发动机就会温度过高而失去动力。他们用了17个小时，只行进了42公里，剩下最后10公里。西多想在白天尽快赶到目的地，因为晚上开车风险太大了。因为刹车失灵，他们只能边走边加水，
打开的车盖挡住了西多的视线，但他能通过车窗观察来掌握方向。这样的操作也是相当危险。一名助手抱着石块，以备不时之需。如果需要急刹车，那就把这块石头垫在轮胎下，因为停一次车太麻烦，也耽误时间。每次打水的助手赶来，卡车已经走远，他只能追着卡车跑。助手觉得西多应该换一个水箱，因为这一路他为打水已经跑了几十趟。助手的愿望很美好，但是西多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即便如此，他们也没能在天黑之前抵达目的地。这一路上，他们克服了刹车失灵、打火启动器失效、减震钢板断裂、油箱漏油、水箱漏水、前轮轴承断裂，而现在后轮又出了问题，保障轮胎转动时起到固定作用的零件断了，必须换个新的。因为路途颠簸导致零部件松动，摩擦变大致使螺栓断裂。20分钟后，他们再次克服了困难，货车可以启程了。助手说，夜间行驶困难重重，他必须跑在前面为卡车引路。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让他疲惫不堪，此刻他只想好好睡一觉。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20个小时，中间只是吃了顿饭。目的地近在咫尺，但麻烦依然不断。车上的小麦皮已经用完了，他们不得不使用编织袋来增加摩擦力。经过一夜的艰难行驶，清晨他们终于抵达了安比纳宁德拉努村。这段犹如取经的旅程，52公里，他们用了26个小时，平均时速2公里。真的非常佩服这些公路战士，他们之所以能成功把物资送达，就是因为他们骨子里的那种不服输的精神。回到安布希特拉小镇，黄包车夫奥利维尔送完这袋40公斤重的煤炭后，得到了15美分的报酬。黄包车并不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奥利维尔需要每天支付45美分的租金，折合人民币3块钱。他一天最少需要跑3趟才能回本。这位女乘客要去的地方路很难走，奥利维尔说，正常情况去那里一趟需要35美分。但是今天乘客只愿意付25美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这笔生意30美分成交，折合人民币2块钱。遇到上坡路时，有些乘客会因为同情他们而选择下车。今天这位乘客显然没有这个意思。奥利维尔说，他只上了几天小学，所以在城市中生存的方法有限。他们没有办法从事一些技术行业，只能通过体力来维持生活。每个车夫的收入不仅要用在生活上，一部分还要花在租车的费用上。大多数情况下，乘客坐在车里能看得见车夫的辛苦，但他们并不在乎。今天，乘客要求奥利维尔把他的物品搬到家才肯付钱。一到下雨天，路面会变得湿滑，需要非常小心。奥利维尔说，这是个特别消耗体力的工作，每天回到家里总想帮忙做点什么，但是只要一停下来就会立刻睡着。黄包车夫这个行业属于当地的特殊工种，也是底层人民想要维持生计迫不得已的选择。他们的身体状况在这样的工作中被消磨，带来的就是身体的衰竭。当地曾有多例黄包车夫在拉车途中突然倒地猝死的记录。据黄包车夫从业者说，多数人都活不过40岁。这些都是黄包车夫底层生活的真实情况。1个月后，纪录片摄制组来到了奥利维尔家。他跟妻子还有3岁的儿子生活在一起。他们的这个房子是租来的。今天奥利维尔没有出去拉车，因为这些日子他一直高烧不退。他说总觉得身体特别冷，感觉自己快要被冻僵。妻子摸了摸奥利维尔的额头，然后流下了眼泪。他们失去了收入来源，无法负担高昂的药费。妻子这些天依靠外出乞讨，
勉强维持着孩子能够吃饱。奥利维尔对此感到非常自责，因为他的身体一直以来都不太好，由于经常生病，使这个家庭雪上加霜。Il transpirait énormément. Je n'avais pas le choix. 位于非洲的岛国马达加斯加是联合国宣布的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2008年，马达加斯加所到之处狂风大作，暴雨成灾。截至目前，已经造成当地时间6号晚些时候，马达加斯加国家灾害管理局表示，热带气旋巴兹好像表示17号晚至18号凌晨的。